天君，近来大喜的日子，臣也有一喜。真君，你有何喜啊？天君，这么多年来，臣一直派手下前往幽都山，寻魂索骨，寻找遗物。只因当年幽都山一战打得甚是惨烈，其中内情诸神不知。5万年了，一无所获。不过，天有我足。不但九臣死而复生，臣这几日也找到了一件当年的遗物。袁统将军，你仔细看看，这是不是你兄长的东西？存心钉，正是。天君，这正是元成将军的传心钉。元成将军仙逝之后，此物就不得所踪。臣也是近日才得到了这枚法器。哼，战神，你可认识此物？元征之物，本尊自然认得。这的确是家兄心爱之物，多谢天雷真君。你确定？自然是确定的。那真是太好了。这儿，神尊，你的手啊！九臣身为，不见当年呐。谢神尊。神尊，我害怕。天雷，你到底在干些什么？哦，启禀天君，此事与臣无关。传心钉乃元成将军的本命珍宝，臣也觉得有些奇怪，他为什么要攻击九臣呢？是不是九臣与元成将军生前？不可能！家兄生前是神尊如兄如父，最是敬重。神尊对家兄更是恩深义重，将其视为左膀右臂。可传心钉如此，这又是为何呢？这有何奇怪的？当年一战之后，幽都山几乎成为神魔之墓，那里死气、魔气、杀气焦灼，寸草不生，生灵不入。此物在那幽都山沉寂了5万年之久，有些异常也不足为奇吧？有些异常不足为奇，哼！可他为什么不针对诛仙，而针对九臣呢？那你该去问那传心钉，问我有何用啊？云峰上神，这是伶牙俐齿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天祖统一6界，
靠的是天法森严，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，不可混为一谈。如果心存私心，那怎为天族上人？天雷，你九臣，本座问你一句话，你敢回答吗？想问便问。5万年前幽都山一战，袁成将军带领10万天兵天将，无一位生还，是不是命丧敌手？天雷，你够了！你真以为我师兄没脾气吗？哼！天君，天君，老身有话要说。老夫人请起，有话请讲。老身心中尚存疑惑，还要请九臣神尊替老身解惑。老夫人，请问。神尊，我袁家男儿世代从军，从3皇时期直到现在，战死沙场的孩儿，不到1000也有800。但是，老身不明白，我天族战士战死沙场，本应尸骨不腐，神魂不散，由我天族收敛。可是，幽都山一战，10万天兵神魂全都不在了。神魂不归，为何部将皆死，主帅独活？为何有人在长生海沉睡了5万年，却突然醒了？这些老身都不明白。你放肆！天君，家母思念王兄成疾，才会口不择言，请天君恕罪。住口！云峰上神，老身是请神尊解惑，何错之有？你是在质疑本尊在神魔之战中懦弱怯战，还是质疑本尊害死了10万天兵，毁了他们的神魂骸骨？又或者是怀疑本尊如今已然入魔？九臣，慎言。请神尊慎言。老身不敢。死，我袁家男儿不怕，但要死得清楚明白。这是压在老身身上5万年了，今日，在这凌霄宝殿上，当着9重天众仙的面，老身求得一个真相，请神尊成全。请天君成全。母亲别说了，我们袁家所有的男丁，为保天族，战死沙场，骸骨全无，神魂湮灭。难道老身问都不能问吗？神魔大战中，众天兵天将与本尊并肩同行，将魔军及魔族困于幽都山。魔族一众以血肉生魂献祭魔军，
令其威能滔天，10万天兵未克魔族，燃烧神魂，引命死战，终将魔军灭于幽都山下。10万天兵均为屠魔战死，无一生还。可有依据？本尊的话就是依据。老身够了，老夫人，你要的答案，九臣已经给你了。你若纠缠不休的话，休怪本君治你一个咆哮天宫之罪。九臣，今天你也累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谢天君。神尊手炉。今日多谢你。神尊，你谢我做什么？小仙今日可是威风的紧呢。神尊刚刚牵着我的手走出大殿，你可没看到那一众女仙的脸色，眼睛都快瞪出来了。今日大殿上那么多事，你就只顾着看那些女神仙？术业有专攻，大事嘛是神尊这样的大人物做的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小仙，大事不能参与，那就只能自己找乐子了。你倒是机灵。神尊，你忘了，我叫灵犀，机灵的灵，潮汐的汐，怎会不机灵啊？神尊，其实小仙一向都是这么机灵的，只不过过去神尊繁忙，我机灵的又不够明显，所以才没有察觉到。神尊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哦，还有，我也是到了天宫才知道，原来这天宫的神位竟然这么抢手啊！哦，除了侧神，还有斗神、爻神、穷神、床神、瘟神。穷神分为上穷神和下穷神，床神分为床公、床母，那瘟神就更厉害了，分为春夏秋冬4方瘟神，还有中间总管的中瘟神。怎么什么神位都有人抢啊？凡人常说，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其实哪里都是一样的，为了金银财宝，为了高官厚禄，抢来抢去。正所谓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神尊，你位高权重，被人忌惮，也是寻常。你是在安慰本尊吗？不是，我是在安慰我自己。神尊被人污蔑，我气都快气死了。只可惜，我只是一个小仙，地位低，法力又弱，不然我一定要打爆天雷那老头，踹扁袁家那老太太，方可泄我心头之恨。神尊，你笑了，我第一次看你笑。
你下去吧。神尊不用灵犀陪你聊天吗？那灵犀先走了。今日大殿的事我都听说了，可惜我不在殿上，可惜我位卑言轻，可惜我已是女儿身，可惜我法力低微。你下去吧。是。不是跟你说过，不要擅自离开浮云殿？你听不懂吗？小白死了，我不知道是谁杀了他，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。他一只凡间小兽，在这天宫上，连一棵草木都伤害不了。我不知道他能得罪谁。神尊，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也定是有你自己的苦衷的。可是就算是神，也是有心的，你就不会觉得委屈吗？委屈是死不了人的。可小白死了。神尊，我知道你是不会做错事的，你都是为了别人，你为了别人，你宁可委屈自己，也要顾全大局，庇佑弱者。因为你是战神，你就是这样的人。可灵犀不过是这天宫上法力最低微的一个小仙，灵犀不懂什么道理。灵犀是不会给神尊添麻烦的。灵犀退下。你知道是你犯错了吧？因为你，因为袁家，神尊无畏受千夫所指，为的是不想让袁家重蹈猎夷灭族的覆辙，而你们却恩将仇报。错已成错，我相信神尊定有他自己的苦衷。如今可以做的，就是保守这个秘密了。
你若在那边遇到小白，你要替我好好的照顾他。他胆子小，又贪吃，你要好好养着他，别让别的小兽欺负他了。什么人？你在这儿做什么？圆通上仙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没什么。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神尊还在等着小仙呢，小仙告退。天恒神杀，上仙这是何意？你去过南岳之巅？小仙不知上仙在说什么。给我。什么？啊！自从这个东西套在小仙手上，就怎么也摘不下来了。我说的是战报。原来你早就知道战报内容。看来你真的恢复了战报。交给我。既然你知道战报真相，为何不替神尊开脱？你可知神尊为了你们袁家，受人排挤，被人非议？你母亲还去药王洞断了神尊的伤药，让他饱受寒疾之苦，还要接受紫云台公审。你们这是恩将仇报。把战报给我。你不要逼我。不给。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你知道这里是哪儿吗？你身后便是洗仙池，任何神仙只要坠入洗仙池，便会脱去仙胎，碎去仙骨。无论多高的修为，都要重新来过。你苦修了多少年才有今日的成就？哼，几万年总是有的吧？你要干什么？这不是你该参与的事情。把战报给我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那神尊怎么办？神尊不会有事的。我会亲自去药王洞求药。真的吗？我保证。我才不会信你。
青瑶医官，灵犀可在殿中？灵犀不知去了何处，暂时还没有回来。兴许又跑出去玩了。他近日总往外跑，不知青瑶医官此次前来是专程过来找灵犀的，还是要见我们家神尊啊？啊，我为神尊炼制了一些温阳丹，劳烦你带给他吧。多谢青瑶医官。若灵犀回来，麻烦你们让他到药王洞找我一趟。请上仙放心，小仙一定将话带到。这个傻丫头心系战神，怎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没了踪影呢？真是患难见真情。这别的神仙近日避我们如避瘟神，青瑶医官平日里看起来冷冰冰的，如今不仅屡次来为我们家神尊瞧病，还违背药王的意思，主动来给我们提炼丹药，真是个好神仙。他是因为灵犀在这儿才会对我们这么好的吧？管他因为什么，对咱们家神尊好就行了。神尊，这个是药王洞青瑶医官送过来的温阳丹。你看到灵犀了吗？灵犀？灵犀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啊，他好像去那个药王洞帮青瑶医官炼药去了。下去吧。是。你们近日去过幽都山吗？有些年头没去过了。我日前去了一趟，变化颇大呀，险些都没认出来。我就想找人问问路，但是没想到遇见了一位俏丽的小仙子，一时没忍住，就与她多聊了几句。上神不会是又多了笔风流债吧？哎，这你可就猜错了。这位小仙子不但不为本座的风采所动，反而暗中想要让他的侍卫大杀于我。后来我打探一番才知道，她竟然是现任山灵族国主的女儿。哎，这灵月国主有这样的女儿，可真够糟心的呀。也就是我，换作是别人的话，定然不会善罢甘休。上神说到此处，倒让小仙想起了一桩趣事。一大清早聚在本尊的浮云殿，你们都无事可做了吗？哎呀，是没什么事儿，这不是闲暇之余特来探望师兄吗？今日是元征遗宝入住功德殿的日子，你们身为他生前的袍泽，不应该去观礼的吗？嗨，哪有什么可看的呀？想当年神尊把元征操练的哭爹喊娘的，他痛哭流涕的样子，我们都见过了，一件仙宝而已，不值得一看。说得好，韩章，你刚刚讲的那个趣事是什么呀？说来听听。就是凭什么幻想神尊的龙牙战甲，啊，换上元征的传心钉？那是功德殿，不是英灵殿，这不有辱神尊吗？他天雷老儿欺人太甚了。你要是有本事，也让自己的仙宝入住功德殿，本尊定为你庆功。灵犀回来了吗？还没有。13呢？一大早便出去了。差不多时辰到了，
该去紫云台了。紫云台，我正好有公务要去紫云台处理，要不我随师兄一起？哎，听闻普化仙君得了几瓶瑶池佳酿，云峰上神，你老人家面子大，你去讨2杯，也给末将尝尝。好说好说。哼，真是巧了，我还有笔账要同普化仙君算算。现在我去安慰一下他。那师兄先走，我们随后就去。神尊，神尊，大事不好了！何事？13他今天早上怒气冲冲地闯进功德殿。他去那儿做甚啊？他说，谁要是敢动神尊的龙牙战甲，他就活劈了谁。这没一会儿的功夫，他已经劈倒了20多个天宫礼官，掀翻了2座偏殿。紫光已经带兵过去了。好13，决战的时候到了。神尊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属下立刻把天雷老儿抓下来，给你下酒喝。胡闹！生儿，你可看见了？我袁家有今日之荣耀，全都是因为你，因为你不惧生死，奋勇屠魔。袁家的祖先以你为荣，袁家的弟子以你为荣，你的战绩必将列入先烈，受天下苍生供奉。大哥，事到如今，我也唯有将错就错。无论如何，我绝不能让袁家万劫不复。请您保佑我。天雷真君到！老身见过真君，不必拘礼，请天君法旨。天君法旨。很多仙家都是赶往袁家的。元征战将好厉害，怡宝竟能入驻功德殿，咱们天宫可是许久没有如此盛世了。青瑶医官，离席。离席，离席，离席，你在哪儿啊？
多谢真君。真君对我袁家的恩德，老身永记在心。可惜呀，可惜本座不是战神，不能以战神的名义将旧部遗宝放入功德殿。这对元正来说不够庄严。真君说哪里话？真君统领天宫战部5万余年，英勇奋战，这功绩谁人不知啊？可惜我儿福伯不能在真君的帐下听差。不过这次由真君亲自为他主持大典，也是不枉此生了。袁老夫人，你太客气了，这是本座应该做的事情。元正将军在天宫的功绩有目共睹，这是不可以抹杀的。我儿死得不明不白的，真君啊，日后我袁家还需你多多帮扶。好说，眼下还是以元征将军的功德大典为重。袁老夫人，请随我一起将攒心钉送到功德大殿。正当如此。好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走！背后施阴招算什么东西？为何喧哗？启禀真君，这个家伙强闯功德殿，伤了一票礼官不说，还毁了2座偏殿。属下将他擒来，请真君发落。混账！现在是什么时候不知道吗？竟然拿这种琐事来烦本座！将他押到紫云台，听候天法处置。可是真君，紫云台今天要审问9臣，没工夫管他。将他押到一边，等候处置。是。放开我！背后施阴招算什么男人？闭嘴！你有本事放开我，我们再来打过。你别太猖狂了。你们要将元征的遗宝迎入功德殿，我不管；要将我家神尊的龙牙战甲拿下来，我也随你。这样恩怨不分的功德殿，我们也不稀罕。但是你必须要将战甲给我送回来，恭恭敬敬的给我送回来。你们如果敢随意践踏我家神尊的宝甲无若福音殿，你13爷爷我就跟你拼命！臭丫头，你还真以为本将怕你啊？臭丫头！老子在战场厮杀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玩鸟呢，小子！你好了，把他压下去。是。13。13。神尊，13没用。随本尊回去。是。站住！9臣，就这样把人带走了？真君欲如何？13，不懂规矩，擅闯功德殿，砸殿伤人，不可以这样把人带走。本尊自会带他去紫云台领罚。你一个犯错被幽禁之人，把他带走，有点不太合适吧？本尊自会向天君交代，不劳真君操心。哼！慢着！母亲，9臣上神。今日承蒙天恩，我儿的遗宝入住功德殿，乃是我袁家的大喜之日。老身听闻，上神今日也要到紫云台受审。既然你我有缘在此相遇，老身想要问一问。你说。老身问一问，我儿元征是不是上神所杀？
母亲，你不要再问了。请上神以道心起誓，莫要欺骗老身。是。什么？怎会如此？听见了吗？你们都听见了吧？你们都听见了吗？终于承认了，他终于承认了，我这儿，我袁家的弟子，还有我10万天兵枉死的冤魂。九臣，数万年了，我袁家男子不惧生死，上阵屠魔，护苍生于太平，保6界于平安。你身为战神，杀我孩儿，屠我族人，害死了天兵，躲在长生海，你跑了5万年，此等仇恨，我岂能再容你？袁家的弟子何在？在。布阵，杀敌！母亲，不可！真君，真君，这是他们2家的事情，本座不便插手。住手！神尊，这是怎么了？你帮我照顾一下他。灵犀，谁把你伤成这样的？神尊，灵犀元气大伤。灵犀，灵犀，站住！身子疼。灵犀，真君，今日到此为止吧。有什么事可以过了元征将军的功德大典再说。这也不是本座要强留他们，那我又能说什么呢？老夫人，真相已大白，今日当着我儿、我袁家的列祖列宗以及众位先友的面，我袁家要一个交代。母亲，交代是吗？袁同上仙，袁老夫人很想知道真相，你觉得呢？既然这么想知道真相，那就睁大眼睛，
好好的看清楚了。假的，真君，这占宝是假的。我儿他从小屠魔，绝不会入魔的。童儿，童儿，你相信你哥哥，他绝不会入魔的。童儿，去跟他们说，你哥哥他绝不会入魔的，这是假的，假的。神尊。神尊，你已入魔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连累了这么多天兵天将。我元正死不足惜，我只求神尊可以替我照顾好袁家老少。我妹妹袁董，她年纪还小。我绝不能留你，你放心，我会保护你的家族，行人之事，不会让任何人知道。母亲，老夫人。是真是假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神尊自归来的那一日起，便决定担此罪保你袁家。是你们自己咄咄逼人，将自己逼上了绝路。青瑶医官，此事已了，我们回去吧。
会儿再找你算账。他怎么样了？青阳医官，你倒是说话呀！这灵犀到底伤得如何？外伤虽多，但没有大碍，细心调理即可。可这内伤，就麻烦了。洗仙池的水，不是谁都可以受得了的。他在里面泡了一夜，伤了根本。若是调理不好，这辈子怕是只能止步地仙，再无晋升的可能了。有劳了，医官。神尊客气了。灵犀是我自家妹妹，别人可以不管她，我却是要管的。夜深了，都散了吧。属下告退。禀告神尊，东海杜宇求见。正殿候着。是。杜宇见过神尊。何事？请神尊出手，救救袁统，救救袁家。自袁家男子战死幽都山后，袁家全靠袁统一个人支撑。为保家族荣耀，他已经背负的太多了。若待天君下令，昨日的烈夷一族便是明日的袁家。请神尊看在袁征将军的份上，救救他们吧。本尊问你，你要实话实说。是。当年的事，你与袁统早已知晓了，是不是？是。神尊刚醒过来的时候，袁统就拿着袁征的家书想说明一切，为你恢复名誉。是小仙拦住了他。是小仙自私，想着以神尊的功绩地位是可以扛过去的。可袁家，神尊，千错万错，都是小仙的错。请你大发慈悲，再救袁家一次吧。你之前宁愿被禁足受审，也不愿吐露实情，不就是想保护袁家吗？事到如今，能救袁家的，就只有你了。
不要装了。神尊，你看到了？嗯。哎呀，疼！啊，胳膊疼。还装？这是神尊给小仙的吗？多谢神尊。神尊，你那么小气啊，就1枚。这紫气东来丹10万余年来，本尊只得3枚，1枚用于晋升上神，1枚用于神魔之战，此乃最后1枚。这么珍贵啊！那小仙收下。吃了吧，对你身体有好处。神尊给的药，小仙要留着慢慢吃。药呢？是。现在就吃了。你以为洗仙池是好玩的地方吗？这次能活着回来，算你命大。好多了。你好端端的为何跑去洗仙池，又因何坠入其中？自然不是因为活腻味了自己跳下去的，我是被袁同上仙给推下去的。袁同。他要你便给他，何必跟他拼命？你一个小小地仙，不知道自己对上他没有胜算吗？我本来也是要把那战报给烧了的，可是他偏要抢，他抢我就偏不想给他。我就是觉得神尊为了这样一个人，饱受非议，很不值得，很委屈。你为这件事死了，便值得了？我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。哦，神尊。袁同上仙的未婚夫来了，是来替他求情的吧？神尊，你别这样看着我，我可是丹鸟族，我们丹鸟族都是小肚鸡肠，记仇的很。他都要杀我了，我才不会替他求情，说好话。那你想如何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推他下洗仙池，退他仙骨，削他记忆，贬他下凡。我起码得让他给我磕头认错，真心诚意的求我原谅，然后罚他100年不许吃饭，只能喝风饮露，馋死的。还有啊，他还得补偿我，他当了那么多年的北海守将，一定有很多奇珍异宝，我要让他都赔给我，补偿我的损失。还有，玄尊，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随本尊来。神尊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
袁同拜见神尊。袁同愧对神尊。你为保家族不衰，藏下元征家书，隐瞒战报真相。这一切，本尊都看在眼里。自从决定帮你袁家起，本尊已将后果看得非常清楚，亦不在乎那些流言蜚语，但你不该不择手段，妄动杀心。是你将袁家的路给走绝了。袁同有罪。你太年轻了，莽撞而且愚蠢。当年元征是从天兵一步一步做起，历经8万余年，终而能成为4大战将之首。你呢？你凭什么？袁同羞愧。这5万年来，你空坐其位，连半点都没学得天族战将该有的责任以及气度。今日，本尊要废你5万年的修为，你可服气吗？任凭神尊处置。谢神尊。去从天兵从头做起吧。神尊不驱赶我族，还将我留在军中。袁同拜谢神尊。你还欠他一个道歉。灵犀仙子，都是袁同的错。还要罚你这100年间不得吃饭，还有之前坐镇北海所得的奇珍异宝，都要给灵犀，当做你伤害他的补偿。是。走吧。你笑什么？没笑啊。多谢神尊为小仙讨回公道。本尊惩治袁同，乃公事公办，与你何干？哦。